請你現在做一件很簡单的事，抬起你的右手，盯着你的掌心看，握緊拳头，感受到肌肉的緊繃，然後再慢慢鬆開，感受到皮膚的舒展。這個動作簡單嗎？簡單到你根本不需要思考。但請你現在就停下來，問自己一個足以讓你背脊發涼的問題：究竟是誰下達了這個握拳的指令？你會毫不猶豫地說，當然是我，或者是我的大腦。但那個所謂的你，那個主宰一切的國王，究竟躲在大腦的哪個角落裡？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如果我現在像剝洋蔥一樣切開你的大腦，我能看到灰白色的腦漿依然在微微跳動，我能看到紅色的血管像樹根一樣盤錯，我能用最先進的顯微鏡看到數以億計的神經元在閃爍，但我唯獨找不到那個正在思考的你。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驚悚的鬼故事，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這具身體的絕對主人，但科學儀器掃描遍了你的全身，卻根本找不到這個主人的蹤影。歡迎來到科學界最後的禁區，歡迎來到意識的起源。請把你的手機調成靜音，把門關好，把燈光調暗。接下來這幾十分鐘的內容將是一場大腦的超級風暴，我們將要拆毀你對現實世界的全部認知。我們首先要挑戰的就是教科書上那個最根深蒂固的觀點，那就是大腦產生了意識。這個觀點聽起來似乎無懈可擊，你喝了酒會斷片，意識會模糊，你的後腦勺挨了一棍子，你會立刻昏迷，阿茲海默症會一點點偷走你的記憶，甚至改變你的人格。這一切似乎都在鐵證如山地證明意識就是大腦的產物，就像膽囊分泌膽汁，就像唾腺分泌口水一樣，大腦這個器官分泌了意識。沒有大腦，你就什麼都不是，你就只是一堆肉。但是這個看似完美的理論背後藏着一個巨大的邏輯黑洞，足以吞噬一切。我們來打個通俗的比方，想象你正在家裡看電視，電視畫面裡正在播放一場精彩絕倫的棒球賽。如果這時候我走過去，拿起錘子把你的電視機砸爛，畫面是不是瞬間消失了？聲音是不是徹底沒了？但這能證明這場棒球賽是這台電視機創造出來的嗎？當然不能，因為棒球賽的信號依然在空氣中傳播，依然在宇宙中回盪。電視機它只是一台接收器，它只是一台解碼器。如果我們的大腦其實也是一台精密的生物接收器呢？如果意識根本不是在大腦裡產生的，而是像无線電波一樣充斥在整個宇宙空間裡呢？這就是讓无數科學家夜不能寐的過濾理論。早在100年前，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大師威廉·詹姆斯就提出過這個瘋狂的猜想。他認為我們的大腦不是在生產意識，而是在限制意識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宇宙中所有的信息、過去發生的事、未來將要發生的事、所有的聲音、所有的畫面、所有的知識，在同一時間全部湧入你的腦子，你會怎麼樣？你會瞬間崩潰，你的腦神經會熔斷，你會發瘋。所以，為了讓我們能作為一個生物活下去，為了讓我們能專心找食物，專心躲避老虎，我們的大腦必須進化成一個強大的減壓閥，它拼命地把絕大多數的宇宙意識擋在門外，只漏進來那一點點對我們生存有用的信息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只能看到可見光，而看不到紅外線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聽不到超聲波，聽不到地球轉動的聲音。我們就像是戴着一副厚厚的墨鏡在看世界。我們自以為看到了全部，其實我們只是大腦這個過濾器的囚徒。這也能解釋那些醫學上無法解釋的奇蹟。為什麼有些人在瀕死的時候，在大腦幾乎停止運作的時候，反而看到了更清晰、更宏大、更真實的景象？因為在那一刻，大腦這個過濾器壞掉了，那個擋住宇宙真相的閥門鬆動了，於是浩瀚的意識海洋在那一刻灌了進來。如果這個理論讓你覺得背脊發涼，那說明你正在接近真相。我們再來看一個更讓你懷疑人生的事實：誰說意識是大腦的專利？如果我告訴你有一樣東西，它沒有腦子，卻可能在看着你，
看看你家陽台上的那盆花。我們一直覺得植物是傻瓜，因為它們沒有腦子，它們不會動，它們被切斷了也不会叫。但最新的生物學研究正在狠狠地打我們的臉。科学家做過一個極其殘忍的實驗，他們用剪刀剪斷植物的葉子，在特殊的顯微鏡下，植物並沒有沉默，它全身的細胞都在尖叫。一種高頻的電信號瞬間傳遍了整株植物，它會立刻分泌一種類似麻醉劑的化學物質來試圖止痛。你沒聽錯，植物會給自己打麻醉藥。如果它們沒有痛覺，如果它們沒有某種形式的意識，它們為什麼要進化出這種複雜的機制？更驚人的是，植物也有記憶。含羞草在第一次被水滴砸到的時候，會嚇得立刻合上葉子，但如果你連續滴水，讓它發現這水滴沒有危險，它就会停止閉合，它會無視水滴。它記住了這個刺激是安全的，這種記憶甚至能保持1個月以上。而在森林的地底下，藏着一個比人類互聯網更複雜的網絡。真菌的菌絲像光纖一樣，把成千上萬棵樹連在一起，這就是著名的木圍網。一棵老樹如果快死了，它會通過這個網絡，把自己剩下的養分源源不斷地定向輸送給周圍的小樹。這是一場無聲的遺產交接，沒有大腦，沒有神經，但這裡有交流，有記憶，甚至有犧牲和利他。如果連一棵樹、一株草都有某種意識，那我們人類引以為傲的靈魂到底特殊在哪裡？這就把我們推向了一個更尷尬的深淵。我們怎麼確定坐在你對面的那個人，他真的有意識嗎？這就是哲學上最著名的僵屍難題。想象一下，你身邊有一個朋友，我們叫他小明。小明會笑，會哭，會跟你聊心事，被針扎了會縮手，聽到笑話會大笑。但如果小明其實是一個生物機器人呢？他的大腦裡只有程序，沒有感覺。他笑的時候，內心沒有快樂的體驗；他哭的時候，內心沒有悲傷的波動。他只是一台完美的模仿機器。請你仔細想一想，你能拿出什麼證據來證明小明不是僵屍？你證明不了，你永遠無法鑽進他的腦子裡去體驗他的感覺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這個世界上除了你自己，其他所有人都可能是沒有靈魂的布景。這就是唯我論的深淵，看久了會讓人發瘋，但更可怕的還在後頭。如果連你自己都是假的呢？我們總覺得腦子裡有個我，就像一個坐在駕駛艙裡的小人在控制着身體，但在神經科學裡，這叫笛卡爾劇場謬誤。因為如果你的腦子裡有個小人，那這個小人的腦子裡是不是還得有個更小的小人？這是一個無限的死循環。為了破解這個謎題，科學家們做了一個讓人心碎的實驗——裂腦人實驗。我們的大腦分為左半球和右半球，中間有一座橋梁，叫做胼胝體，負責傳遞信息，用來治療嚴重的癲癇。醫生切斷了這座橋，結果發生了什麼？這一個人變成了2個人。研究人員問一個裂腦病人：“你想做什麼工作？”他的左腦，也就是負責語言的那一邊，回答說：“我想當繪圖員。”但是，當研究人員讓他用左手，也就是受右腦控制的那只手，寫出他想做的工作時，他的左手歪歪扭扭地寫下了賽車手。你看到了嗎？同一個身體裡住着2個完全不同的靈魂，左邊的靈魂想畫畫，右邊的靈魂想飆車，他們彼此不知道對方的存在，這徹底擊碎了單一自我的幻想。如果把你的左右腦切開，你就变成了2個意識。那現在的你，現在的這個完整的你，是不是只是左右腦為了不吵架而達成的一種妥協？那個我可能根本不存在，它只是無數個神經元投票產生的一個幻覺。說到這裡，你可能已經覺得這一切都是虛無的了。別急，真正燒腦的才剛剛開始。因為有一群天才物理學家站了出來，他們說，我們之前的方向都錯齊了，我們一直在生物學裡找答案，這就像在緣木求魚。但意識的秘密可能藏在宇宙最底層的物理定律裡，藏在那個幽靈般的量子世界裡。你一定聽過量子力學，你也許聽過薛定谔的貓，那只既是死的又是活的貓。在我們的宏觀世界裡，東西要麼在這裡，要麼在那裡。
但在量子世界裡，一個粒子可以同時出現在2個地方，這叫疊加態。這聽起來跟大腦有什麼關係？關係太大了，因為有一個至今無法解決的難題，叫紅色的體驗。如果你給一個天生的盲人科學家解釋什麼是紅色，你可以告訴他紅色的波長是700納米，你可以告訴他紅色會刺激視網膜的錐體細胞，你可以教給他關於紅色的所有物理公式，但他依然不知道看到紅色是什麼感覺。這種主觀的體驗，科學家管它叫感知。無論多複雜的電腦，它只能處理數據，它產生不了感知，除非大腦不是電腦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羅傑·彭羅斯丟出了一個核彈級的理論，他認為我們的大腦本質上是一台量子計算機。他認為我們的神經元裡有一種叫做微管的結構，這些微管不是簡單的骨架，它們是量子計算的芯片。在這些微管內部，無數的電子處於瘋狂的疊加態，它們同時計算着無數種可能性。這解釋了為什麼人類的直覺這麼快，為什麼我們看一眼就能認出這是一個壞人，而不是像電腦那樣要算半天。因為我們利用了量子疊加的威力，我們的大腦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着億萬次的量子實驗。而所謂的意識，所謂的靈光一閃，就是那一瞬間量子波函數坍縮的時刻。在這個瞬間，無數種可能性坍縮成了一個確定的現實。那個念頭就像一道閃電，劃破了量子世界的迷霧。這原本被認為是一派胡言，主流科學家嘲笑說，大腦又濕又熱，就像個嘈雜的菜市場，脆弱的量子效應在這裡根本活不過1秒鐘。這就像試圖在颶風中心搭撲克牌，根本不可能。但就在最近，生物學的一個新發現讓所有嘲笑的人都閉嘴了。科學家發現，在植物的光合作用裡，竟然真的存在量子效應。植物利用量子疊加態找到了傳輸能量的最優路徑，效率高達100%。既然連路邊的野草都能玩轉量子力學，那作為宇宙中最複雜結構的人類大腦，為什麼不能呢？大自然經過了幾十億年的進化，難道會放着量子力學這麼強大的武器不用嗎？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我們現在站在了一個全新的十字路口。意識不再僅僅是神經元的放電，它可能是宇宙的一種基本屬性，就像質量，就像電荷一樣。從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起，意識的種子就已經播撒在了時空的結構裡。我們不是在這個死寂的宇宙中偶然產生的火花，我們是宇宙為了看見自己而進化出來的眼睛。但這還不是終點。如果量子大腦是真的，那麼一個更讓人不安的問題就出現了：時間。在量子世界裡，時間的概念是模糊的，這是否意味着我們的意識其實並不是活在現在？這就要提到那個著名的本傑明·里貝特實驗，這是一個會讓你懷疑自己是否有自由意志的實驗。科學家讓受試者盯着一個旋轉的時鐘，然後告訴他們，你可以隨時按下按鈕，只要記住你決定按下按鈕的那一瞬間，時鐘指向哪裡。結果讓人大驚失色。儀器顯示，在受試者意識到自己決定按下按鈕之前的 0.5 秒，大腦的運動皮層就已經發出了指令。這 0.5 秒裡發生了什麼？這意味着，當且僅當你覺得是你做出了決定的時候，其實你的大腦早在半秒鐘前就已經替你做好了決定。你以為你是船長，其實你只是一個看着儀表盤的乘客。大腦欺騙了你，它把你感知到的世界強行往回撥了 0.5 秒，為了讓你覺得世界是同步的，為了讓你覺得你有控制權。這 0.5 秒的延遲就是我們作為生物的悲哀。是誰在替你做決定？是誰在替你踩剎車？是誰在替你接住掉下來的杯子？當你意識到杯子掉了的時候，你的手其實早就伸出去了。那個無意識的你是不是比有意識的你更強大？甚至那個無意識的你才是真正的你，而那个會說話、會思考的意識只是一個事後諸葛亮，只是一個負責解釋的公關部門。這是一個讓人細思極恐的結論，因為它直接挑戰了自由意志。如果你的一切行動都是在大腦無意識的黑暗中已經決定好的，那你還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嗎？那個殺死人的罪犯，是他的意識想殺人，還是他的神經元先動了手？
這不僅僅是科學問題，這關乎法律，關乎道德，關乎我們之所以為人的根本。我們再把視角拉高到整個宇宙的維度。現在的神經科学界有一個非常前衛的理論，叫做受控的幻觉，也是阿尼尔塞斯教授的核心觀點。他認為你現在看到的世界全都是幻覺，你現在看到的手機、聽到的聲音，並不是外面的世界直接跑進了你的腦子裡。你的大腦被關在那個黑漆漆的頭骨裡，它什麼都看不見，它只能靠神經傳來的電信號去猜測外面發生了什麼，就像一個被關在密室裡的偵探，他只能靠門縫裡塞進來的紙條去推測外面的案情。你看到紅色，不是因為外面真的是紅的，而是你的大腦覺得這裡應該是紅色的。為了證明這一點，我們可以看看橡膠手錯覺。把你的一只手藏起來，桌子上放一只假的橡膠手。如果我同時用毛刷刷你的真手和橡膠手，幾十秒後，你的大腦就會上當，它會覺得那只橡膠手是你的。如果我這時候拿錘子砸向橡膠手，你會嚇得尖叫，甚至真的感覺到痛。這說明了什麼？說明你的身體感、你的現實感都是大腦編造出來的。我們就像活在一個生物版的黑客帝國裡，而清醒夢就是最好的證據。你在做夢的時候，可以飛翔，可以穿牆，可以創造世界。那個世界無比真實，細節豐富，但那裡不需要任何外部輸入，全都是大腦自己生成的。這說明大腦本身就是個頂級的虛擬現實製造機。我們清醒時的世界只不過是多了一些感官數據的校準，本質上和做夢沒有兩樣。我們既是這場電影的觀眾，也是這場電影的導演。這也解釋了那個神秘的既視感。你明明第一次去某個地方，卻感覺以前來過，這可能就是大腦的記憶系統發生了小小的短路，或者是你的兩隻眼睛輸入信息的時間差了幾毫秒，大腦把新畫面誤判成了舊記憶。在這個瞬間，你仿佛成了自己心智的旁觀者，你抓到了大腦作弊的證據，從大腦是收音機，到量子力學的微管，再到受控的幻觉，我們繞了一大圈，最後發現我們對意識的探索就像在黑暗房間裡用手電筒找手電筒。我們用來思考意識的工具恰恰就是意識本身。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它這麼難解。這可能是宇宙給我們設下的最後一道防火牆。物理學家約翰·惠勒曾經提出過一個參與式宇宙的概念。他認為宇宙在沒有被觀察的時候是不存在的，就像電子遊戲裡的地圖，如果你不走到那裡，那裡就沒有被渲染出來。是我們的觀察創造了現實，是你此刻的注視讓這個世界變得真實。這聽起來很違心，但量子雙縫實驗一次次地證明了這一點。粒子的行為取決於有沒有人在看它。我們的意識正在參與宇宙的構建。我們不是宇宙的過客，我們是宇宙的合作者。這也許能解釋那個終極問題：為什麼會有意識？因為宇宙需要意識來確認自己的存在。沒有意識的宇宙就像一場沒有觀眾的電影，演得再精彩也沒有意義。也許泛靈論是對的，也許每一顆原子、每一塊石頭都有一點點微弱的意識。當它們組合成人腦這樣複雜的結構時，意識就湧現了，變得強大了。所以當你下次仰望星空的時候，不要覺得自己很渺小。雖然你的身體只有1米多高，雖然你的壽命只有短短幾十年，但你腦子裡的那個東西，那個叫做意識的幽靈，它和那些燃燒的恆星一樣古老，它和那些吞噬一切的黑洞一樣神秘。我們對意識的探索才剛剛開始。這就像是一群螞蟻爬在電腦的主板上，試圖理解互聯網的奧秘。我們也許永遠找不到最終的答案，但這個探索的過程本身就是意義。最後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：在聽完這一切之後，你覺得是你的大腦創造了你的意識，還是你這個意識選擇了這個大腦？也許答案根本不在大腦裡，也許你就是那個看着大腦的人。現在試着閉上眼睛，感受那個在黑暗中看着你的你，那就是宇宙的眼神。保持好奇心，因為在這個由幻觉編織的現實裡，好奇心是我們唯一的解藥。
我們下期再見。